AI 小技巧，Codex Windows 版本的实战应用。今天为什么介绍 Codex 这个新的工具呢？而不是最近在网上爆火的 OpenClaw， 也就是龙虾。现在只要打开任何的科技区，基本全网都在养龙虾，甚至身边一些并不关注 AI 技术的人，或多或少在问龙虾是什么，想看一下。我们公司实质上是部署了几台龙虾，但我实际测试用下来没什么太多卵用，因为龙虾描述的是一个极其完美的未来预期，但是放在当下的现实开发中真的是不好用。一是太贵了，对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关注现实和当下的一个人，相比虚无缥缈的未来，我更关注今天能够落地的效率。其实很多人没有注意到 ，OpenAI 已经把龙虾的作者收入麾下了，悄悄呢给 Codex 进行了一次极其硬核的更新，特别是刚刚推出的 Windows 版本，它自带了 Skill 进化和接入功能，相当于 Windows 版本的 Codex 是编程界里面一个更硬核、更好用的 OpenClaw。OK， 直接带大家实操一下，看看进化后的 Codex 如何接管我们的日常开发流。这里我也是跟之前的工作流一样，在 Notebook LM 里面分享了一个笔记本，加入了一些我认为非常有价值的内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点击链接去看一下。这次随着 Codex Windows 版的发布，同时更新了 GPT 5.4， 它跟 OpenClaw 一样，接入了对原生电脑的操控能力。这就是 OpenAI 收购龙虾的创始人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个更新大家了解一下就行。我今天要介绍呢是它的其他功能 ，WinUI 的专属技能库，在这里技能看到没有？赋予 Codex 更强大的能力，它默认会安装两个，一个叫 Skill Creator， 就是创建和升级你的技能；第二就是 Skill Install， 加载这一些安装这一些第三方的，比如有 Sora， 还有这个 Figma Implement Design， 还有 Figma 这两个技能。Skill 本身的建立并不难，难的是后续的维护以及能不能复用。实际上，我认为 Skill 只在两种类型的项目中有用。第一，就是极其复杂和长尾的超大型项目，因为这个项目会非常长，所以不断的更新 Skill 会加快我们后期的一个交付效率。第二种呢，就是大量的小项目，但这些小项目是重复的。而大量重复的小项目呢 ，Skill 创建好之后，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肯定会更新和进化到一个非常好用的程度。但是呢，如果是一个公司有很多人一起用的话，怎么样同步这些 Skill 呢？这个人他可能用的这一套，别的人用的另一套，然后项目与项目之间呢，每次使用之前还要把老的 Skill 复制进来，这个就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版本不同步。但是现在有了 5.4 的更新之后，尤其是 Codex 这个技能功能之后，这就不是问题了。首先，它允许我们将复杂的重复工作固化为一套流程，可以通过对话引导、编辑器编写以及上传技能来创造。也就是说，在这里面直接有创造技能的功能，比如说点一个新技能，可以通过这个各种对话引导，给我生成一个新的 skill， 可以非常适合我们当前项目，然后点一下发送就可以开始构建。然后它有个防幻觉机制，由于技能呢它是遵循预设的工作流嘛， AI 就会严格按照步骤来执行，确保它这里是以学术论文为例嘛，就是确保学术诚信，杜绝胡编乱造。而以工程为例的话也是一样的，我们写代码的有一些重复代码就可以用 skill 来写。最关键的是这么一个东西啊，它支持项目源，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怎么样做版本同步以及版本更新，还有很多人一起复用，就是我们可以打造一个活的 skill 库，直接连接到我们的数据腹地，连接了我们的知识库之后，我们所有的 skill 可以放在知识库里面，然后直接在新项目的时候随时按需取用就可以了，然后更新也是更新到知识库里面。以上呢就是 Codex Windows 版第一个大杀器 Skill 知识库 Skill 管理的功能。接下来呢要介绍一个更加偏实战一点 Plan 设定计划然后开发。
这个就是 Codex， 我之前在这里一直在跑任务，它实际上有一个模式叫做 Plan 模式，可以根据我们的项目去创建一个开发计划。一般来说，创建计划我会选非 Codex 模型，这样推理更厉害一点。在计划创建阶段，我不太建议用中或低，等计划创建出来之后，再切换到 Codex。这个时候根据我们实际的情况去选择，到底是使用中或者低还是高，超高就不太有必要了。OK， 这个 Codex 做编程任务有一个好处，就可以完全离线。我们把命令输给他之后，就可以丢到这里不管了，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建计划的时候，只要注意一下，Codex 本身会对齐一些需要确定的争议点，或者是有歧义的地方，所以我们这里要认真阅读。你看它的还有一个优势，它除了问问题之外，对这个小的东西能告诉我们实际的这个选项到底是什么意思。一般来说选推荐就行了，除非他理解错了。选完之后就会继续思考，继续生成计划，这是一个 Codex 非常好用的用法。这里介绍一个多 AI 的一个联动的小技巧。当它把计划生成出来之后，我们可以把计划复制一份去非 OpenAI 的大模型里面，比如这里我用 Gemini。 OK， 我们这里的 plan 就设计好了，可以直接实施，也可以再跨模型询问 Dev4 的 plan 如何，然后判断一下，去做一个二次确认。一般来说呢，两个模型之间不会出现那种原则性的冲突，但是呢，给 Codex 生成的这个计划做一下查漏补缺，甚至有时候能发现一些非常致命的 plan 计划，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修改计划继续实施。这里因为没有什么冲突，所以我直接点实施就可以了。然后 Codex 呢还有一个新功能，就是我们发送完命令之后，如果觉得命令有错漏，或者说需要补充信息的，可以直接打字然后推送过去。像 Cursor 里面直接发送的话，它会打断工作流，但是 Codex 不会。为什么不会打断呢？这还是跟 Codex 的架构特性有关的。它属于那种一次委托持续执行，这个是跟 Cursor 不同的。Cursor 断了就断了， Codex 客户端不会，它的命令其实或者说任务是通过线程的形式开始的，就相当于是给到它一个完整的一个任务，让它去执行，在执行完之前是不会中断的，当然可能会出现一些需要我们回答问题的地方，但是整个流程，比如说这个编程流程，你可以完全挂在这里，看都不用看，然后让它去做，这就是线程化的一个优势。然后第二呢，它有自主行动能力，因为是基于目标委托的模式嘛，所以 Codex 能在后台自主的规划路径、读写文件、运行测试，而且它是一个沙盒的，就我们可以同时在 Codex 写，比如说我在这里可以切一个分支，让 Codex 在这个分支上进行运作，然后同样的任务我们也可以在 Cursor 里面打开，然后看哪个模型做得更好，或者说Codex 做任务 A， Cursor 来做任务 B。 还有一个自动化的功能，这个 Codex 我感觉应该是挺好用的，但我还没有去测试，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先行者用过之后发了点视频或者是论文之后，我再去看他们的这么一个试读的情况，再去决定要不要用。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我的视频，欢迎点赞加关注，谢谢大家，我是可乐，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求关注。